两个渔民闹矛盾，互相指责对方偷窃自己钱财，有好事者请来妈祖神像评理，其中一人顿时哑火牺牲。据说只要是靠海吃饭的百姓，都会将妈祖视为至高的信仰，那是万万不敢撒谎，就算是三清如来玉皇大帝都没有这种效果。四海龙王见了妈祖，也要乖乖俯首称臣。妈祖受到万家香火祭祀，信仰遍布大江南北，说是第一水神都不为过。但众所周知，华夏神仙体系离不开佛道二家，那么这么厉害的妈祖是佛还是道呢？古往今来，三山五岳、江河湖海都是有着他们的主人。如果说江河与山岳还有着固定的范围，那么海洋就是无边无际，就算是神仙也不能完全掌控，里面都是各种水族，以四海龙王为首，可谓是自成一体，就跟皇帝管不着乡下一样，玉皇大帝也不可能管得了大海之上的事情。这对于靠海吃饭的百姓可不是什么好消息。众所周知，龙族向来桀骜不驯，并且还荤素不忌，祸害百姓那可是一把好手。渔民想要平平安安，就少不了上供，如果有用也还好说，但正儿八经的神仙都不敢说时时刻刻忽悠你，一群虾兵蟹将都用不上朝令夕改。早上吃完供奉的香火，中午可能就吃人了。神话里的水族貌似都不是什么好货，从来都不会将人族视为平等的对象，哪怕屡次三番被屠龙也是不改变。妈祖在凡人时期就是因为对抗暴虐的水族，拯救暴风雨的同胞，这才不幸牺牲。但有些人即便死了，却永远活着，立庙塑金身，香火成神圣。传说妈祖的父母信佛，梦到观音赐药生下默娘，默娘8岁拜高人为师，10岁研习佛法，13岁学的法术，尚未成年就已经颇得几分神通。但可惜即便天才如哪吒，也是在老龙王手下败北。默娘的师傅虽然看起来很厉害很神秘，但圣人弟子的太乙真人都没法子，默娘的师傅又怎么会有呢？不过对于修士来说，死亡只是一种新的开始。如来佛祖曾经说过，天地之间有5仙，天地人神鬼，即便成不了天仙大道，走香火成神的路子也是不错。哪吒当场也是如此，只可惜被李靖破坏了。而默娘运气则是不错，凝聚渔民百姓信仰，成就无敌海神之躯。观世音菩萨也特意下凡指点，玉皇大帝也赐下天书一卷，只能说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。神仙们都是能掐会算，早在默娘出生的时候，就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上了她。前面说过，默娘父母可是做过观音赐药的梦，所以她从小就跟佛门有缘，8岁就熟读佛门经典，连方丈大师都赞叹有加，认为此女将来必成大器。得到玉帝赠送的无字天书后，道门也不甘寂寞，派下无名道人点化，让妈祖默娘逐渐精通法术。上一个这么让佛道二家哄抢的角色，貌似还是威震华夏的关圣帝君。默娘虽然是个女子，但名气却一点也不差。成功复活之后，就开始了降妖除魔的人生。在他老家旁边的山上，有2个妖怪非常牛叉，号称妖魔界的千里眼顺风耳，仗着本事大，时不时就骚扰百姓。妖怪这种东西，普通人自然是无可奈何，没办法，只能献祭新娘子保平安。此时已经成为妈祖的默娘怎么能忍，立马上去教训不知死活的小妖怪，让他们知道这里究竟是谁的地盘。经过一番噼里啪啦的战斗，妈祖完胜，小弟加1再加1，很快就聚拢了一批忠心耿耿的小弟。哪怕是神仙也不只是单打独斗，要不然天庭就不会应运而生了。妈祖的成长可谓是十分迅速，有着一波波海怪送人头，再加上各种邪神做对比，百姓们又不是傻瓜，自然选择慈悲的妈祖。东南沿海及东南亚的人们尊称妈祖为天后娘娘，几乎每个东南沿海乡镇村落都有天后宫供奉妈祖。虽然有些天后宫旁的庙里也会供奉观音和关帝，但是大家还是偏向认为妈祖是属于道教的神仙。在道教的神仙体系里，妈祖是海神，是海上的守护神，能庇佑海陆安全，也能言人间祸福，济困扶危，治病消灾。作为海神，有人认为妈祖属于后土娘娘管辖，因为后土是和黄天对应的地支主宰，三山五岳、江河湖泊，大地所承载的一切事物尽属归后土，除了常常念叨的老天爷，这位就是当之无愧的主宰。其实妈祖按理来说应该是民间神祇，香火成神也是一条康庄大道。不过妈祖出现的时代已经不是群魔乱舞，各个神系打的你死我活的时候，玉皇大帝至高无上，如来佛祖一手遮天，三清祖师一世独立，世间修行者都逃不开儒释道3个字。虽然妈祖小时候就得到佛门关照，但他成神后的形象跟佛门却并没有太大关系，并且从封号上也能看得出来，妈祖又称天后娘娘，跟佛门明显不是一路。菩萨、罗汉、护法、伽蓝，至高无上的佛陀，哪一个都貌似对应不上。不过有传说妈祖乃是观音菩萨的化身，
观音菩萨神通广大，化身数以千计，无论是仙魔妖佛都有涉及。道门慈航道人，据说就是观音菩萨的一种表象。而南海观世音这一称号，说明观世音是南海的霸主，附带一个海神的职业，似乎也很正常。并且观音菩萨转世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，毕竟大慈大悲观世音看到渔民受苦受难，自然要下凡拯救。但这只是一种猜想，妈祖就是妈祖，独一无二，至高无上。观音菩萨虽然神圣，但在大海之上，众人还是习惯祈求妈祖保佑。就跟西方最出名的海神乃是波塞冬，虽然宙斯是名义上的老大，但面对暴风雨，相信就算是傻子也知道该选谁。所谓术业有专攻，对于神仙也是一样。妈祖成名之后，时常在人间斩妖除魔，很快就惹到了不一般的对手。身为水族妖魔，跟龙宫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妈祖大开杀戒，很明显就是不给他们面子。龙宫可不是什么善茬，上古时代龙凤麒麟三大种族才是天地霸主，互相之间的战斗甚至将洪荒世界打到支离破碎，就算是佛祖道祖当时都不敢正面对抗。这也是开天辟地之后的第一次劫难，龙凤大劫，如果没有人管，早晚一切毁灭。于是各种先天神魔一起出手，在三族大战后的虚弱时期将其覆灭。从此龙凤麒麟只能隐居在荒凉的地区，再也无法争霸三界。后面经过巫妖大劫的再一次推动，人族成为天地主角，占据最好的地盘，得到神仙们的青睐。龙族虽然个体力量强大，但怎么比得了天庭与灵山呢？一些弱小的神龙，甚至是某些魔神的盘中餐。龙肝凤髓这四个字可不是说说而已，当然这是相对而言。对于在人间时期的妈祖，龙宫无疑是一个难缠的对手。此时此刻，恰如哪吒的彼时彼刻，只不过哪吒有太乙真人帮忙重塑身躯，妈祖要是失败，会有神仙来帮忙吗？他跟哪吒可不太一样，身为香火之神，一旦失败，受到的冲击可就太大了。但妈祖就是不信邪，化身女武神与恶龙大战3天3夜，四海都为之震颤，5岳都为之升腾。妈祖一剑可断3000里江河，开天辟地，再造乾坤。龙族终究已经被时代抛弃，无敌的妈祖胜利了。从此四海虽大，却也要听妈祖娘娘的号令，玉皇大帝亲自封神。妈祖乃是当之无愧的海洋至高神，太上老君赐下诸官云女，让妈祖乘坐龙车凤辇，佩剑持翼，麾下3000神魔，巡视四海人间。此时此刻的妈祖，就算观音菩萨见面，也是平辈论交，以礼相待，是佛是道似乎也并不重要了。因为妈祖就是妈祖，至高无上的妈祖，伟大的妈祖，海洋的守护神，所有人的守护神。那么对于妈祖，你又有怎样的看法呢？本期神话故事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继续。